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酒桶啊，它在中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他好像没有拿酒桶去打上路。这里的可以看到相位加3率，再加个超人。这里上来跟着他。这里的话，一节他没有打算选择学 E 啊，而是选择学 Q。学 Q 的话，就跟他换血，然后也更好的去清小兵。上来 Q 接 A， 打个电刑。对面吸血鬼的话是认为他自己那个血量啊，那个能回血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想这样利用这种方式去换线。其实酒桶的话，等有了 W 技能以后啊，他的回血是不差的。这里直接学 E 接 Q 打个电刑 ，A 一下往后拉，不要扛着兵线去打，把他点燃给骗出来了也还行。对方闪现接个 E 闪，但这里被小兵 A 死了，有点亏了。吃的那个小兵伤害太多了，估计是那个最后一下是炮兵 A 出来了。他这一波是有点亏的，为什么？少吃了很多兵啊。说实话，像刚刚打出来的优势一点都没了，然后兵线又很差，被塔吃掉了很多。这样的话啊，转个头去找这个石头人。他这里面的话，他是带了海克斯闪现啊，没有带那个法力流带。就看情况了。法律流带的话，我是比较推荐你们去做，因为带海闪的话，操作要求太高了，所以不太建议新手玩家去这么带啊。如果说你是个酒桶老玩家了，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他这种。而且他这边带海克斯闪现的话，是带了那个灵光披风的，因为你只有海闪搭配灵光披风啊，这样的话他那个移速加成会快很多。当然带海闪啊，有个问题就是，你们有时候本来想摁海克斯闪现的，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就是 CD 好的闪现给用了。来了，这应该也没有意境呢，硬是吃伤害，走都走不了。这里的话满级 Q， 然后意境能顶一下是吧？就直接清一波兵线。然后第一件的话做炉灯，一个 EQ， EW， 然后接大招砸死。这吸血鬼啊，现在我发现现在吸血鬼开始是不是感觉是不是吃到了版本红利是吧？开始有点飘了都。现在吸血鬼是前期老想着单杀了，其实吸血鬼
这版本其实看起来是不弱，因为我看了好几把，就是说不是没有录制到，录制了一把吸血鬼，就那局是比较虐菜的那种行为。但高端局的话是看到对面有吸血鬼，然后挺狂的玩的。那找机会顶一下 Q 技能炸一下，带 W 砸一下，就对方就半血了。再用 Q 技能。对方没有交血池，把血池骗出来以后，就可以开始越塔了。完了，阿克莎那个什么青钢引过来了。这一局的话啊。这一波打的会有点可惜，对面好像都没有大招的，这一波团战是可以接。来了，哇，又被抢了，但还好，这最后时光的一个 Q 技能收割掉了残血。就有时候打野啊，是被抢龙。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好评。这边的话，因为队友那边啊，去帮队友那边，这个吸血鬼的话玩的，说实话是有点舒服了，给了他一个发育空间。炸回来，E再顶死，啊，不交血池啦，这种就是太过于安逸了。砍完塔，赶紧往后拉。这里的话，2个 Q 收一波兵线。这石头人现在就想要打开节奏了，开始支援队友了，是吧？因为石头人想赢比赛的话，还是得靠队友。他再怎么强，他也只是一个上单，就是没办法做到那种终结比赛的那种能力。所以转下路，上路已经回了。哦，时光，石头过来送人头，非常好。这一泽也很聪明啊，知道救不了，赶紧把这个塔给推了。这里省大招的行为不建议大家去学，有可能就会被反杀了。稳稳的击杀对方就好了。吸血鬼开始起飞啦，这已经开始中路单杀这个射手了。如果这一局吸血鬼不去处理掉这个吸血鬼的话，这一局还没那么好打，必须得找个机会处理一下。这里给个 W， 随时准备啊，补充血量也能保证自己啊第一时间 E 出去以后能 A 出来。9的话，你这种纯 AP 的打法的话，
最好就是提前把2技能喝了，对吧？保证自己血量，不然的话你又不是说一定要去扛伤害。完了，金刚引过来，炸一口，这里大招一炸，炸开，用 Q， 哎呦，这里一个 E 闪再顶回去，反秒这个青钢印。这里的话，利用大龙给对面压力啊，逼对方过来大龙团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对方肯定是守着的，抱团守线，不给你推进的机会。哦，还好有时光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时光这个英雄啊，这个辅助。你不用干什么任何事情，你只需要关键时刻给队内大哥套个大招，你前中期任何的劣势你都可以完美的弥补出来。哦，这里一个反手大招，对方有点懵了。一个 E 跟上来这个 Q。那其实游戏的话，也要是对方应该守不了了，进入到了尾声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。对方反抗的很厉害啊，但还是顶不住。下一波兵线再来，对方就已经守不了了。吸血鬼发育了，但没有很大的发育空间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。